跟老公开车回家的路上，突然出现一个打扮妖艳的女人，逼停我们的车。女人砸我车窗，气冲冲地要求我下车。我正一头雾水，却见老公下车抱着女人安抚：“乖，别闹了，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，实在是今天家宴比较忙。”我心脏一紧，打开车门正要下车，老公空出手把我推回了副驾驶：“别出来，不许吓到他。”女人张牙舞爪地指着我鼻梁骂：“贱货，程泽是你一个人的吗？这么霸占他，你下次再敢不让他接我电话，我撕烂你的脸！”我这个原配被周承泽死死关在副驾驶，像极了见不得光的小三。我如五雷轰顶，没想到因难产瘫痪在国外治疗3年，刚康复回来，小三就像原配一样在我面前叫嚣。周承泽把我和车扔在大马路上，像哄祖奶奶一样拦腰把她抱起离开。我刚查到女人的所有资料，她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别拿离婚要挟程泽跟我断了，我实话告诉你这个傻蛋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他离不离婚，名分在我这只是累赘，反正私生子有继承权，他的钱和爱都在我这儿。”他的钱，好有趣的小三，那就来一场高端局，也就你这种肤浅的女人才把名分看得很重要。我现在把名分让给你，你就给我老实点儿，不要干涉我跟程泽谈恋爱。沈柔柔继续说着，完全不像一个第三者，反倒像个原配耀武扬威地警告我。他能这么嚣张，归根结底还是周承泽给他的底气。我胸口笼罩一团火，捏紧电话：“你要真是有本事，就不会闹到我面前来，像个跳梁小丑。还有沈三，我的名分不是你让给我的，是你跪天跪地都得不到的。你不在意的东西，你觉得我会在意？你会为你这些话付出代价，我会让你看看你老公有多爱我。”啪的一声，他把电话挂了。我僵硬地握着手机，坐在房间里许久，似乎这一切猝不及防的像一场梦。若不是这个女人闹到我面前来，我怎么都不会相信对我生死不离不弃的周承泽出轨了。很难想象不顾一切，哪怕耗尽家产也要把我送到国外顶尖机构治疗的丈夫会背叛我。我给我父亲生前最信任的律师裴哲之发信息，我想做周承泽终于回来了。他沉闷闷的，一副犯错不会狡辩的样子，安静地坐在我对面。我久久盯着他的脸，脑海里一下浮现醉醉的他从路边采了一束野花，笑容青涩地送给我。我会一直送林浅花，就代表我会一直热烈爱林浅。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很沉重的一句话，让他只对视我眼睛1秒，就心虚愧疚地垂下眼眸。这就是你对我的交代。我故作平静，但还是没控制住哽咽的嗓音，甚至泪光颤颤。柔柔，不要名分，我会努力权衡好你们的关系。这句话气得我要窒息，他居然想两女共侍一夫。我咬了下唇，不被爱再抓狂也没用，努力平静说出：“我们离婚吧，我成全你们。”他紧张抬眸，眼神透露不可能会离婚的坚定。我娶了你，就会对你负责一辈子，更何况你因为给我生孩子难产，导致瘫痪成年，我会用一辈子来弥补你，只求你别为难柔柔。我被他的话气笑了。弥补我，用跟别的女人滚床单这种方式，他语塞，一副快要被我为难要死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能对你坦诚的就是你跟柔柔我都爱，我都无法割舍。沉闷的气氛被他的电话打断，他立马掏出手机，看到来电显示后神色紧张，匆匆撂下一句话：“我不会跟你离婚。”就走了。不用想，是沈柔柔的电话。我把周承泽出轨的事跟公婆说了，他们一笑置之，云淡风轻道：“哪个男人外面没女人，尤其是有钱男人。你放心，周林两家是联姻，你正宫的位置谁都抢不走。”他们以为我是来求他们给我撑腰的，实际上我是来告诉他们，夫妻之间一旦没有了仁义，那就只能争抢利益了。我从来不想与周承泽站在对立面，但像老人言那样不吃馒头争口气，我是坚决不允许小三夺走我的一切。我没多做休息，快速进入到周氏集团工作，因为要接待一个重要的客户，刚好客户生日，我来到商场挑选一条最新款的绿宝石翡翠项链。服务员打包好礼貌道：“您好，一共是台湾。”我掏出卡递给服务员，服务员按流程刷卡。“您好，女士，这卡里余额不足。”我震惊了一瞬，这张卡是100年前周承泽给我的无限额的卡，我一般很少用。正想打电话问周承泽情况时，身后传来由远及近的高跟鞋声：“小陈啊，把你们最新款都给我包起来。”是沈柔柔。他高傲地走到我身边，轻蔑地瞅了我一眼，从最新款的爱马仕包里拿出一张黑卡。
服务员礼貌对他道：“沈小姐，一共是5680万。”他大手一挥刷了卡，洋洋得意地看着我，高姿态地从包里拿出一根香烟含在嘴里。店里的服务员立马像哈巴狗一样点头哈腰，拿出打火机给沈柔柔点火。他对着我轻蔑地吐出一口烟雾。男人的钱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，没钱也好意思进高奢店。烟雾喷散在我脸上，我冷冷地盯着他，掏出电话：“拍吗？我老公的卡被人偷走盗刷了，请你们快速过来。”沈柔柔只是惊了一瞬，依然耀武扬威地挑衅我：“等承泽来了，扇烂你的脸！”他立马拨打周承泽的电话，气冲冲的：“周承泽，你家里那个又找我麻烦了，我给你这2分钟过来扇他，这2分钟不到我们就分手。”警察前脚刚到后脚，周承泽气喘吁吁跑来，他下意识把沈柔柔护在身后，眼神嗔我：“闹什么？”沈柔柔被偏爱有恃无恐，冲过来抡起胳膊就给了我一巴掌：“死388，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，敢报警抓我？我花我男人的钱，天经地义，关你屁事！”他锋利的美甲在我脸上刮出一道血痕。一巴掌还不够，还要冲过来打我。周承泽从身后抱住他安抚：“宝宝，别激动，这个事交给我处理，好不好？”我怒而还手，巴掌在半空中的时候就被周承泽死死地摁住手腕，动弹不了。他皱眉求我赶紧走，行不行？他站在我的对立面，护着那个女人，让我在大庭广众下成为笑柄。曾经说会永远保护我，不让任何人欺负我的丈夫，如今跟小三一起欺负我，钻心的痛让我抡起胳膊，狠狠地给了周承泽一巴掌：“你跟小三一起欺负我！”他没还手，甘愿承受这一巴掌，为难的不知如何是好，但他心里的天平还是倒向了沈柔柔那边。沈柔柔心疼坏了，激动的再次冲过来要打我：“臭八婆，敢打我男人，我整死你个八婆！”周承泽拦住他，依然是好脾气的哄着：“好了好了，没事的，别生气了。他凭什么打你？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打你，除了我任何人都不行。”自始至终，周承泽都抱住沈柔柔，两人看来像如胶似漆的夫妻。警察将我们拉开，询问偷卡的事是不是真的。我红着眼睛打开手机里的支付宝，找出结婚证信息给警察看。我们是夫妻，我老公的卡在别的女人手里，还被刷了5000多万，这个事我们都不知情，不是偷是什么？沈柔柔理直气壮道：“我没偷，这张卡是我男朋友给我用的，我用我男朋友的钱，天经地义。”老公，你说这个卡是你给我的，还是我偷的？他胜券在握，质问周承泽。周承泽犹豫地看了我一秒，惹得沈柔柔不高兴，啪的一巴掌落在他胳膊上。周承泽什么意思？你舍不得他是不是？不是，柔柔，你脾气别那么急。他好声好气哄着沈柔柔的同时，手自然搂在他的腰间，对警察说道：“都是误会，卡是我给他用的，不是偷，他刷卡也是我允许的。”这句话一出，我彻头彻尾就是个笑话。警察看出我没有情感矛盾，叮嘱一句：“感情的事你们好好处理，别浪费警力。”在警察要走时，沈柔柔义愤填膺叫住警察：“别走，这个八婆报假警，侵犯我名誉权，我坚决追究她的法律责任。”周承泽劝他：“这事算了，别闹大了，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”“不行，你这么护着他，是不是爱他比爱我多？既然这样，你们好好过日子，我死一边行了吧？”他大喊大闹，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泼妇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温润如玉、好脾气的周承泽会出轨一个低素质、脾气暴躁的女人。他被唬住，好怕沈柔柔不要他，只能硬着头皮教训我：“这事是你不对，你进去反思几天吧。”我心如死灰，似乎从来不认识眼前这个男人。在沈柔柔坚持追究我报假警、污蔑他的责任下，警察把我带回去了。上警车的时候，他追过来安抚我。在派出所里，我联系了裴哲之，让他想办法把离婚协议放在文件里，忽悠周承泽签了。从看守所出来17天后，刚好是我难产儿子的忌日。每年这天，周承泽都会陪我一起守着儿子的墓地。佣人告诉我，周承泽1个礼拜没回来，看来是在沈柔柔呢。我给他打电话，接的人是沈柔柔。阿婆出来了，找我男人什么事？我刚想骂人，裴哲之来了，他递给我离婚协议书，上面有周承泽的签字。既然已经离婚了，那就没必要跟贱人浪费口舌了。今天是他儿子的忌日，你想跟他说就说吧，不说也无所谓。沈柔柔一下恼了，打开视频电话。
死八婆，你看好了，承泽儿子好好的，你再敢诅咒我们的孩子，我真会打死你。视频里周承泽跟2个孩子正围坐在餐桌前，大的是女孩，看着2岁，小的是1岁，是个男孩。桌上放着生日蛋糕，周承泽把2个孩子一同抱进怀里，来，爸爸抱抱。在看到视频里的我后，他心虚的愣了下，完全没有怪沈柔柔捅破这个事。我僵硬的愣住，虽然已经跟他恩断义绝，但这一幕还是深深的刺痛了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是你那个难产死的儿子啊，太晦气了。今天是我跟承泽小儿子的生日，他没空去看一个死人，你自己去吧。老婆，你最善解人意了，我明天跟你一起去看儿子好吗？请相信我，我还是爱你的。离婚的事先不要对外透露，我有别的打算。当晚我偷偷订了机票飞往国外，彻底消失在周承泽的生活中。哈哈哈，手下败将落荒而逃，真是丢你先人的脸。但周承泽到处找我都快找疯了，全世界雇4家侦探寻找我的下落，他甚至发布悬赏公告，找到我的人赠送周世达的股份，后来一路追加到台。直到1年后，他带着他儿子和女儿在迪士尼玩，碰到了怀里抱着孩子的我。他惊了一瞬，盯着我怀里的孩子，激动的红了眼眶，朝我奔来。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怀里抱着儿子往后退了一步，疏离的看了他一眼，别吓到我儿子了。周承泽不可置信的愣了1秒，看看我，又看看我怀里3个月左右大的婴儿，发懵，向我询问答案。我们的儿子。没等我回答他先惊喜地笑了，真好，我们又有儿子了，也丝毫没注意到我身边的裴哲之脸色变幻。坏女人，八婆，滚，离我爸爸远点，滚！沈柔柔的女儿凶神恶煞推我，一双葡萄一样的眼睛恶狠狠地瞪我。沈柔柔的儿子突然哭了起来，小手指着我骂：爸爸，我们回家找妈妈，这个女人是坏人。周承泽把她抱在怀里哄，好声好气跟我解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别跟孩子计较。我淡淡一笑，虎母无犬子，他们跟他们的妈妈一样，战斗力十足，我连他们的妈妈都斗不过，自然也斗不过小小的他们。话落，我故作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，抱着孩子离开。周承泽紧张地拉住我胳膊，浅浅，别走，我知道以前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会弥补你的。我挤出眼泪，怎么弥补呢？算了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我一个人带着儿子，生活挺好。我做事要走。他紧张地拦住我，他怀里的儿子一直在闹，爸爸，不要跟这个坏女人说话，不然我告诉妈妈了。他女儿手脚并用，打我推我，故意抱着孩子摔倒在地。儿子这个时候很给力，哇哇大哭，我心疼地哄孩子。裴哲之满眼担心地把我扶起来，严肃指责周承泽：小三的孩子欺负浅浅，你都保护不了，有什么资格让他跟你回去？周承泽的目光盯在裴哲之握在我胳膊处的手上，这一个举动像打翻了他的醋坛子，猛地把我拉到他身边来，没好气地凶裴哲之：我的家事跟裴大律师没关系。两个男人眼神剑拔弩张的。我疏离抽出被周承泽握住的手臂，裴律师说的没错，连孩子都能欺负我，我回去做什么？周承泽的女儿脾气愈发大，又手脚并用大骂我：八婆，坏女人，不许抢走我爸爸，我打死你，我要保护好妈妈。周承泽像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把他女儿拉到一边，啪啪啪用力打了几下屁股，呵斥：多多，不许这么没礼貌，浅浅阿姨是爸爸的妻子，你得尊重她。周多多气恼的嚎啕大哭，凶巴巴地指着我鼻梁：她才不是你妻子，你说了你最爱的老婆只有妈妈，我要回去告诉妈妈，你为了这个八婆打我。我故作被周多多嘴里那句八婆气哭，周承泽气上头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真是惯坏你了，谁教你说脏话的？周多多被这一巴掌扇懵了，愣了下，扯着喉咙哇哇大哭。一向好脾气的周承泽破天荒不耐烦了，命令身边的手下把孩子带回去。没了孩子捣乱，他终于能安静跟我说话了，眉眼虔诚地恳求我：浅浅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故作犹豫了2分钟，在周承泽担忧的眼眶逐渐湿润时，我答应了。好。我抱着3个月大的儿子回到周家，公婆乐得合不拢嘴，拉拢着我：浅浅，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你是原配，我们周家自然不会让你和孩子再受委屈，我会把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赠予我的大孙子。周父爱不释手地抱着我儿子，他名下的财产才是周家的大头。我压住嘴角的窃喜，从容没吭声。
周承泽为了哄我也表态，钱钱我名下的财产也会赠予儿子，我故作善解人意，我替儿子谢谢你。他紧张的神色舒缓了很多，一下就放松了，以为我已经原谅他了。这时他电话连环轰炸响了，不用猜就知道是沈柔柔。周承泽小心翼翼地观察了下我的表情，在不绝于耳的电话铃声下，他还是选择出去接电话。工作上的事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他只是接了几分钟电话就匆匆回来了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出去彻夜不回。周父周母很满意他的表现，故意在我面前夸承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顾家多了，这有了大儿子肯定会更顾家。他邀功似德看了我一眼，对，我以后会把重心都放在家庭上。我只淡淡一笑，没说话。晚饭周母和周承泽特地吩咐厨房做我以前爱吃的菜，但基本没有合我胃口的。吃了1年多裴哲制作的饭菜，嘴巴彻底被养刁了。周承泽见我吃的不多，关心询问不合胃口吗？我淡淡一笑，我现在比较喜欢吃辣的。他惊了一瞬，以前我吃不了一点辣，讨好的搂了下我的肩膀，口味变了呀，我让厨房下次做饭多放点辣。他不知道我不止口味变了，人更变了。佣人来汇报，先生，那个女人来了。周承泽脸色一滞，紧张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去就来。下一秒，大门口刺耳的喇叭声传来，周承泽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为了那个八婆打我们的女儿，你当我死了是不是？敢这样欺负我女儿！周父周母脸色难看，摔筷子。你看看你找的都是什么女人，整个就是个泼妇，还闹到这儿来了。周承泽满脸愧疚跟我承诺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他匆匆跑出去，我也跟出去了。周承泽抱着他半骑半求，别闹了，再闹我生气了，赶紧回去。我闹什么了？八婆一回来你就打女儿。周承泽，你是脑子抽风了，还是不爱我们了？沈柔柔张狂得很，在看到我后情绪更激动了，冲过来想撕烂我的脸。不要脸的八婆，敢怂恿我男人打我女儿，我打死你个坏女人！我就站着不动，看他崩溃抓狂。周承泽拦着他，他没有丝毫收敛，反而脾气越来越大，骂得更难听。你不是跑了吗？现在回来干什么？还带回来一个野种！啪！我被这响亮的一巴掌震惊住，万万没想到容忍沈柔柔作威作福的周承泽会打她。沈柔柔被这一巴掌打得也懵了一瞬，不可思议地盯着周承泽，豆大般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你打我？你为了这个女人打我？周承泽满眼的心疼、愧疚又生气地哄他，对不起，我情绪失控了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你这样只会让我父母更加不喜欢你，钱钱也默认了你的存在，大家和平共处好吗？沈柔柔崩溃地指着我大吼，你这么偏心，为了他打我，还打女儿，都这样对我了，还让我忍。周承泽你变了。周承泽双手按住他的两臂，安抚，以后1357我在你那儿，246我在家，这样安排总行了吧？别闹了。沈柔柔不为所动，气冲冲地哭着。周承泽耐心地哄着，你考虑下我的处境好吗？不要让我夹在中间难做好吗？我爱你，也爱钱钱，这个婚我不想离，也离不了。周林两家是世交，我们周家对林家起誓过，绝对不会离婚，让钱钱孤苦无依。柔柔，我知道你只是脾气不好，平时还是挺通情达理的，理解下我好吗？在沈柔柔动摇情绪平缓的时候，周父周母出来了，两人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。周父怒道，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女人给赶走，再来把腿给我打断。周承泽立马紧张地把他护在身后，向周父求情，爸，给我点时间处理。柔柔毕竟给我们周家添子添孙了，她只是脾气不好，人不坏，请你给我一点时间。由远及近的车灯照来，车子在周家门口停下后，我抱出孩子平静对周家道，既然他很介意我住周家，那我就不住了，我先到外面开酒店吧，别为了我伤了你们的爱情。既然他不查，那我可要查起来了。钱钱，你别走，你家都在这儿，住什么酒店？我能处理好的，相信我好不好？钱钱，我们周家只认你一个儿媳妇，别的女人在我们眼里屁都不是。你放心，周太太的位置这辈子除了你，不可能是别人的。你是周太太有家不住，住什么酒店？你放心，这个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老公，你说句话，我给你生了2个孩子呢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我们周家不要邀功的人，别为我伤了你们一家人的和气，我还是先带着孩子走吧。承泽，一辈子很短，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跟我捆绑在一起。我知道你的真爱是沈柔柔，我祝福你们。把他赶走。周承泽，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？你不爱我了是不是？周父周母一左一右，让我留在周家。我给裴哲志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跟随周父周母回周家了。
晚上万籁俱寂，周承泽洗漱完，穿着真丝睡衣来了。尽管他故作自然，我依然能看出拘谨与愧疚。儿子睡着了，但我依然抱在怀里，轻轻地哄，用来做拒绝跟他亲密接触的借口。周承泽在我身边坐下，电话就爆炸性的打来了。他挂断后，沈柔柔持续打进来，我鲜少见他不耐烦的关机了。平静地问他，可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会这么爱他吗？尽管我早就调查知道答案了，但我就是想从周承泽嘴里听到答案。他低头沉默几秒，看了看我，见我情绪稳定，终于下定决心开诚布公跟我谈谈了。他说我在国外治疗的时候，因为我喜欢花，他每天都会去花店买新鲜的花，等晚上开视频的时候给我看。沈柔柔就是花店的老板，一来二往，他觉得他有趣、真性情，活得无拘无束。而从小就家境优渥的他，向来受到很多约束。沈柔柔虽然脾气不好，也爱爆粗口，做事情更容易冲动，但在周承泽乖顺的灵魂里，沈柔柔的洒脱狂野才是他最向往的。他觉得自己永远活不成沈柔柔那样没皮没脸，但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他觉得灵魂得到了释放。而我恰好跟他属于同一类人，我们被教养得太好，循规蹈矩的让生活失去了刺激感。我心如止水地听着，心里再无波澜。说完他的事，他问我，这1年多你去哪儿了，过得好不好？周承泽被网友骂得不轻，影响到周家声誉。周父周母为了顾全大局，压着周承泽，不让周承泽去找沈柔柔。周家在新闻上发表态度，对于2个私生子，周家会尽抚养责任，但对于沈柔柔，周家坚决不认。如果沈柔柔拿私生子要挟，周家会放弃对2个私生子的抚养。因为这个事，周氏集团股票大幅缩水，我觉得是时候放大招了，通知裴哲之召开发布会。果然没出我所料，半路上沈柔柔发疯撞我的车，逼停我的车，拿着1米长的大刀把我绑架走。在一个废旧的厂房里，他把我捆绑住，毫无理智的拿手机录下我的惨样，发给周承泽看，是你逼我的，既然你不顾我的死活，那我就先杀了这八婆，如果不是他回来，我们的日子会好好的，他是罪魁祸首。周承泽，你不想让他死也可以，只有跟他离婚，娶我这一条路可走。我讥讽地笑了笑，沈柔柔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他立马来了精神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什么秘密？我1年多前就跟周承泽离婚了，我已经嫁给裴哲之了，我的儿子是我跟裴哲之的，所以不存在我离婚你才能上位。虽然我离婚了，虽然我的儿子不是周家的，但是周家2老把他们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赠予给我儿子了，包括周承泽都赠送了。其实这些家产本来都是我林家的，我父母死后把林家的家产都交给周家打理了，只不过我换了种方式要回来而已。他震惊住，一脸的难以相信，拿着大砍刀指着我，八婆，你是不是骗我？我从容的淡淡一笑，同为母亲，我理解你，你现在想上位，不过是想为你的孩子谋个好前程，所以我希望你理智点，如果你真杀了我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，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杀人偿命，你这么聪明的人应该会想到这点。他本来就没打算杀我，不过是搞这出吓唬威胁周承泽的，不然也不会买一把这么逼真的假刀。沈柔柔，放下刀，听到没有？突然周承泽带警察将这里团团包围住，见沈柔柔拿刀往我脖子间伸，他激动地抢过警察手里的枪，对准沈柔柔的脑门，放下刀，听到没有？再不放我就开枪了。此时的他目眦欲裂，对昔日爱人没有一点情意可言。我很意外他有这么激烈的反应。沈柔柔被寒心到赌气到，所以林浅才是你最爱的人，我屁都不是，你越不让我动他，我就越动。说话间他故意把刀抬起，做出砍我的姿势。砰！突然沈柔柔的刀刚举在半空中，周承泽毫不犹豫地开枪，一枪穿透脑门，沈柔柔死不瞑目的砰然倒下，最后一个眼神是不可置信，直勾勾地盯着周承泽。他到死也想不到最爱的男人会一枪毙了他。周承泽惊魂未定地跑过来抱住我，像哄孩子似的柔声安抚我，别怕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沈柔柔，好似他们从没相爱过一样。这迟来的深情啊，非得要见血才刻骨铭心吗？警察发现沈柔柔的大砍刀是假的，惊呼出声。周承泽只眼底一惊，怔了1秒。浅，我不会出事的，很快就会出来，你带着儿子安心在家里等我，好不好？我带儿子回家怕是不合适，我老公会不同意的。林浅是我的太太，我们于去年斋月份领结婚证，她于去年斋月份就跟周承泽离婚了，孩子是去年斋月份怀上的，一切都合法合规。
倩倩，你怎么我用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，你就受不了了？受不了就对了。我没多看他一眼，上车离开。网络再一次炸开锅，不过这一次不是骂我的，全是骂周承泽跟沈柔柔的。周父周母得知情况后，气得心梗住院，但他们没追回赠送我儿子的家产。没过多久，周承泽被判了过失致人死亡1年有期徒刑。媒体堵到我争先恐后采访，林小姐，你嫁给裴律师是不是太下嫁了？万一以后后悔怎么办？你管嫁给首富家的继承人叫下嫁，至于我们之间的爱情，来得猝不及防，也炽烈抵漫长岁月。